就是直心，血就是力，立一家之言。汝心不正。有人在惘然之中，若是想要维持时代的继续，来试试看看出口。打破中的神秘的枯萎，天山被雾气包围，红尘一望穿清水，望不穿的不明慧，地上风沙般的境遇，出双战士的口水，让名字没有几句，要全力写下含蓄，别退避，别一声叹息，别坐以待毙，任由你72变，我依然36级。巴尔先生，巴尔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哥出事了。有人举报父亲私写国史，伪造屠臣。什么？父亲写史书的事情，只有我们还有他几个最亲近的弟子知道。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？我会查出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哥。大哥，大哥怎么了？大概是不想父亲名声受损，大哥顶了罪，说那些都是他一人所写。私写国史，伪造屠谶，这可是大罪。那大哥他不日便要问斩。我这就赶往洛都，你在家陪着母亲。我也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一趟是否能回得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我知道危险，可是二哥，从小到大，你偷跑出去干的那些事，哪一次能甩得掉我？撤！离洛都不远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城门怕是没开吧？午时，便是行刑之时。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，或许能赶得上。操！好大的力气！啊，对不住啊，没事吧？惊扰了我家主人，你还想走吗？主人说无妨，让他们走吧。哎，主人还是醒了。惊扰到贵人，还望贵人海涵。你却知道我是贵人。女孩子营业急奔，必是急事吧？要赶去洛都。城门日出才会开。前面是桑林，夜里老有些游侠游女在那里玩闹，不妨一起去看看。等天亮一起进城吧。
此等惬意时刻，真乃人生幸事。真棒，真是惬意。翘袖折腰，妩媚动人呐！去跳一跳。好呀，您可得给我抚琴。哎，听说一心鼓舞式神，便能得梦女相照，一解所困。你们说是真的是假的呀？哎呀，这谁知道？就是啊，你得看的。天亮头。人生寄于世，焉乎流转？我竟睡过去了。先生不知，我今年被噩梦所缠，睡眠从不得安稳，几无生趣。倒是同病相怜。我近期睡难安寝，只有在行驶的车内才能稍稍入睡，所以我常会在夜里乘车在郊外转到天亮。不想今日就遇见了你们，打扰先生清梦了。哎，其实也睡不安稳，睡时总陷入同一迷梦，颇为难解。可否讲讲你的噩梦？从小，先父训我读咏六艺、诸子、诗赋，后来要杂志、术数、方剂，我都能过目不忘。可怕的就是这过目不忘，我能记得4岁以后的每一天，能一天天的数到现在。哦，记得哪一天念了哪一段书，先父读到哪一句时停顿了一下，打了个喷嚏。那时念的书只是记得，但是不懂。到了14岁那年，我好像突然就懂了。之后就开始做梦，在梦里，那些书里的字会动，书里的人都活了过来。每天读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人，都像是看不到边的军队。我能看见他们的一张张不同的脸，他们好像缠住了我一样。先父说，我心念不纯，才性不正，才会梦到那些。从此我都不敢睡长觉。我二哥几乎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睡着，站着也能睡，但是都不敢睡长。让先生见笑了。还有这样的事，记得每一天。比起你，我要好多了。我近来一入睡，都会梦到一个高大的金色巨人从空中飞来，落在我家的房顶上，很高，很大，头上还有一圈白光。我总觉得房子会被他压垮。那是仙人。何出此言？先生头上之气清贵至极，枝上迎着一丝金兰，当是仙人的气运。你会忘气？舍妹天生就会忘气，百不失一。会是哪位仙人？完全看不出来，但金配西方，当是从西方而来。西方主行杀，可会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西边的西边，更远的，应是极尊贵的仙人。我也只能看出这些了，但肯定是好事。那好，姑且信你。姑娘这番话让我心情大好。天也快亮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与先生一见如故，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在下……君子倾盖而谈，各奔东西。你我都被梦所扰，你叫我迷梦先生，我叫你噩梦兄，岂不更有意思？
二哥，那个人真的可能是天子。若是这样，那还有3个时辰，便是大哥行刑之时，我们要抓紧了，先去耿家找耿公。啊，您找小少爷呀？他平时回来的不多，都住在雨林营里。那雨林营在何处啊？雨林营就在上东门外北面的宝架庄。不过，就是去雨林营也未必找得到他。碰到宿卫时，他就在宫里当值。差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太学，小赵，你去寻耿公。现在正是羽林卫陈训结束，准备复职的时候，你直接去路上堵他。好。退休盛世，小昭。帮你拔了一支凋零剑回来。谢过姑娘了。都是一剑封喉，真是好剑法。这些盗墓贼被抓住，都是要受活剐的。我这是在帮助他们，可惜跑了一个。哼，跑不了。好剑法，原来真有射生剑士。公射者，冥冥中闻声则中之。你叫什么？茂陵义耿公。平陵义班超。我妹妹小昭。你继续带队去换房，我要回营去老头那儿请假了。老头是不会准的吧？那就由他扣降。哼，撤！刘鑫惹一屁股棍子，没办法，有人来要我的命了。撤！我是本朝。
师就前伺候，依然痛心。如今梦间有，我就是为此来的。我也正打算回院里召集同学们去送送梦间。我要带他走。我知道，总要将尸骨带回老师身边。我要带的是活人。这案子很蹊跷，我并不清楚详情，只说是有人告发，说搬家伪造图谶，私写国史。你知道苏朗吧？记得。以前他和你一起跟着先父学习。苏朗半个月前已被处斩了，罪名就是伪造图谶。问题是，他是在2个月前自首的，拿出了许多怪诞图册，尽是荒唐之言，却说是由老师所授，最后还告发了私写国史的事情。以前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温恭的。在洛都，我和苏朗还多有交往，只是在1年前，他拜了一个术士为师后，就日渐疯癫了。术士倒是有些名气，叫于右玄。我是向来反对这些怪力乱神的。那就没人查他？据说廷尉府是想问询他的，但江湖术士有理无端，早已不知所踪。必须与这苏朗案切割清楚才行。谈何容易？孟坚也曾抗辩，但此案定性为谋逆，大了可以灭族，所以他索性都一个人扛了，保老师清明及班氏一家的性命。我本对他颇多看法，但这种风骨我是极敬佩的，所以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到时候就请中任哥哥带着世子们闹起来，冲到刑台上。这个好办。只是事情不管成与不成，最后你作为带头的鼓动者，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进入仕途了。那又何妨？只是我有个问题，我可以说服同学们去请愿、去闹，却不敢说是去劫法场。等他们上了台去挡了视线，你们动手时，他们看清了，多半会四散。这毕竟是断了前程的大罪啊！我有办法让他们上了台，却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，最后你们也好撇清。这是什么？一坨屎。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犯人是谁呀？怎么没带家呀？他可是太学院的班孟坚，两都赋听过吧？那就是他做的。如此大才，自然不用带家。
啊，原来是他呀！哎呦，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听说是思修国史，哎，可惜了呀。那前面这些太学院的世子是打算？大概是希望能恳请复奏吧。哎，这可是天家亲自批的案子，想要复奏，谈何容易呀！报大人，太学院世子想要给犯人敬酒。哎，他自有他的断头酒喝，何须你们来敬？断头酒是断头酒，送行酒是送行酒。哎呀，这帮世子哟！哎，放一个世子代表上刑台去敬酒。是。哎，盯紧一点，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就把人拉下来。是。哎，注意啊，别伤了人。是。哎呀，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是。多谢王兄，你我素来不和，不想今日是王兄不怕牵连，来给小弟送行。你我是学问之争，本无其他。君之一去，如庄周师会师，将士师引人。有众位相送，不虚此生。你是在找与你素来交好的傅毅吗？我叫过他，看来是没来。太学3000学子，赶来的不过300。如果有1000人请愿，未必不能逼着临行复奏，重审案情。哼，本朝从无此先例。孟坚，此情此景，何不作诗？你有病吧？拿琴来，班两都要作诗了。作诗？啊，这是要做绝命诗啊！或许此诗也会和那两都赋一般名传不朽。哎，放他上去！啊！小周。搬家就靠你了。嗯。拿琴来，班两都要作诗了。
这个就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《咏史》，这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，具有非常高的文学研究价值。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前朝文帝时，一代名医淳于意获罪，其女淳于缇萦为父请命，最终文帝悲悯缇萦的心意，废除了肉刑的故事。倒确实有临刑的悲愤，只是为何要唱那个叫缇萦的女子？最后一句“百男何愧，愧不如一缇萦”，不是在笑话那些来送他的白衣世子吗？这班固不是要煽动世子们闹事吧？何时请愿呀？再等等吧。对，再等等，等等吧。53个已到。哎呀，不用。有请。父亲，孩儿随即就来了。恳请复奏。恳请复奏。这一定是有预谋的，他们是要闹法场啊！这凋零剑只有军中才有，是从对面城墙上射来的。兵士中有人参与闹法场。大人，你先去安抚世子，我去看一看。哎，你这会……那个谁，快去叫巡防营来！是。谁射的箭？举报者有赏。哼！把你们的箭袋都交出来！班固是我们汉学院的天连之才，你们诛杀国士，必谋百世无名。你们是未来的国之栋梁，难道不懂礼法吗？我对你们已经很礼待了。你不要命了！太学院王冲要过去，便从王冲身上踏过去。去把他们拉下来，注意不要伤人。放开！赶紧不走！你看多我一个试试！一根不少。城墙上搜了，除了这50个守城兵士之外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怪了，将军，你看，那是白狼烟。这帮狮子怎么会有白狼烟？有这狼烟的只有巡防营。所有人听令，给我冲下去！是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城里放白狼烟？大人，那边瓮城上严将军带着一队兵士持刀冲我们来了。难道？所有人听令，下马迎敌！是。别管那些狮子了，拦住巡防营！太学生们，刀剑无眼，赶快散了吧！我们走。没事吧？让开！让开！你们这是做什么啊？大人，巡防营怕是要来劫法场。胡说！巡防营是我叫来的，来援助你赶散这帮太学生。你看，这可是军中的白狼烟，那帮太学生不可能有。不错，突然见到白狼烟，又见到严将军拔刀相向，我还以为出现了兵乱。那帮太学生竟然放了狼烟，哎呀，坏了！这帮胆大包天的，只怕已将死囚给劫走了。当心啊，当心！这点休息休息。当心啊，当心！班家人。没错，狼烟就是装在这琴里的。这帮太学生胡闹一通，却没有劫走死囚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大人，53刻已过，按照礼法，不能行刑了。哎呀，这就是斩了你又如何？行杀乃至阴之事，当在至阳之时，不然我的鬼魂也会萦绕着你们不散的。这便是那帮世子胡闹的目的了吧？哼，让你多活一天又如何？来人，将此犯收监。慢着，我要复奏。哎呦，班先生，我知道你才纵一方，但你的案子是天家定的，如何复奏？我正是要向天家复奏。真是见鬼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！真的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草民班超。敢为家兄班顾一辩。班超，
昨日是你吗？是。那天牢里私写国史、伪造图谶的，是家兄班固。只是今日草民在法场上将他劫了，换了我来。你胡说！启禀皇上，他就是班固，法场也未曾遭劫呀。哼！我与家兄是孪生兄弟，混在太学士子之中，冲上了刑台，换了家兄的衣服，所以大人也未必看得出来。皇上，是有太学院的士子在法场请愿，造成了些混乱。孪生兄弟，哼，有意思。你要抗辩什么？家兄既没有私写国史，更没有伪造图谶。皇上，私写的国史已被查抄，证据确凿啊！你说说看。我班氏与前朝的太史公司马氏一样，本是史官世家，史官世代相传，竹帛长存，济公思过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如今大汉中兴，家父秉先祖之志，愿续太史公书，彰显汉魂，敬献皇上。只可惜未完身故，家兄有意续写，如今却无辜卷入图谶大案，还请皇上明察。胡说！你家算什么史官？史官得朝廷任命。那逆犯苏朗确实招认他伪造谶伪国运，是受你班家的指使。那是苏朗的诬告，草民愿意与他当面对质。逆贼苏朗已被正法，你却来说这种便宜话。哼！皇上，我们抄了班固的住处，确实有许多有关图谶预言的书籍。皇上明鉴，史官的渊源本是殷商的天官，所以占星旺气图谶本就是我班家的家学，家兄精研图谶也在情理之中。所以你妹妹会旺气，想不到班彪一代大儒，身上却有史官的家世。你说那国史是你父亲写的？是。那班固怎么说是他写的？家兄不想家父身遭污名。是个孝子。倒是你，短短一个上午就串联人手劫了朕的法场，利用了律法和朕的玉佩来庭上复奏，环环相扣，好算计呀！草民伏法。你倒是个敢谋敢断又敢当的。来人，先去了他的家。你知道这马的来历吗？草民有所耳闻，这是千里马，天下相马以此为模范，是前朝名将马援征交趾时，及当地铜鼓浇铸而成，敬献给先帝的。先帝第一次见到马援时，当时公孙述在成都称帝，而马援与公孙述很有交情。先帝问：“你遨游在二帝之间，是不是觉得游刃有余？”马援说：“我和那公孙述自小就十分交好，可是我到成都，他戒备森严，而陛下丝毫不加防范，怎知我不是刺客呢？”先帝笑说：“但赐无妨。”马援跪下说：“当今天下，君选臣，臣亦择君。今天我找到气度非凡的明主了。”草民不敢当。真当自己是千里马了？我知道你身具武功，也知道你心怀赤诚，来为父兄抗辩，但你毕竟违了汉律。来人，将这班超收监，
细审待判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何在？朕刚才的那番话，如何呀？皇上太帅了，洞察人心，言轻意远。那班超在地上都哭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皇上真是明君风范。朕是问那班超哭了吗？哭了。嗯，真的？真的。哼，你这小孩子。去，叫人把那抄进的国史稿拿来，朕要看看。你确认这里安全？这本是我军中一个死党藏女人的产业，无人知晓的，放心。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我信二哥。这等同谋逆。哦，他现在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还不了解二哥的本领。就是些打杀的本领。他去外边逞凶斗狠，怎么偏偏你也……你会的，我和二哥未必不会。我们会的，你就差远了。你们会些什么？唉，大哥，我其实12岁就随二哥在武陵杀过盗匪了。那天我还为此作了诗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你哎呀！嗯。哎呀，唉。朕乃奇属也。陛下，马上就该早朝了。下诏。唉，人生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不久之前，我还竭尽心思的想要劫法场，如今却有了官身。我记得在列子里说有个地方天色昏暗，所以居民整日都在睡觉，醒的时光很少，以至于他们认为梦是真的，醒的世界才是虚幻的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活着就是虚幻呢？就如眼前繁华的洛都，一掷千金的游野台一般虚幻。董公子买线才锦1匹。不酒家破嘴，好大方！不酒不烦呐，公子就是有钱。哎呦！行，哎呀，好。
小心点儿！怎么了？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胡姬登场了！哎，这游叶台什么时候来了胡姬呀？拉我来，就是给他捧场。嘿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他是谁啊？美吧，贵霜人，仙奴。厉害啊！等会儿他会下来谢礼。为何谢你啊？我捧他呀！哇，那是用来上吊的吗？我没你有钱，你现在可是600担的兰台令使，他呀是新来的，还只会跳胡舞，所以啊还没大红呢。倒是有些公子来捧他，无非啊是打些歪主意。偏这胡姬很硬气，就是不从。那些公子还有纠缠，我在旁边看着就按不住了。你想啊，我们可是武林侠少呀，上前就把他们打跑了。哦，靠拳头捧啊！现在人们都知道，这胡姬是羽林郎耿爷罩着呢。哼，成了吗？没有。有时倒也收点我送的钗呀、串呢，送的铜镜就不收了。有时候玩笑开得狠点，就能泼我脸上。哎呀，太好啊！没见过如此优美之舞姿。这是我兄弟班义。班义好。仙奴姑娘好。听说姑娘是贵霜人。如何来到汉地？我生在汉地。我听闻贵霜在绝西之地，姑娘也没去过吧？可曾想过要回去？有劳姑娘了。他怎么这样啊？他一直这样啊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吗？这位公子好厉害啊！你是不知道，这位爷呀，他专爱找这些算卦术士的麻烦。可不是嘛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个被赶走的术士了。这点道行，还敢写于右旋嫡传？小人的确没曾见过于右旋这等传奇人物，打这招牌只是迫于生计，望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小人吧！啊！你还在查那个叫于右旋的？总觉得我家的冤案跟这个神神怪怪的家伙有关。都查到什么了？这个于右旋2年前突然出现在洛都，每月只在朔望2日断命，每断无有不中，一时间名声大噪。可半年前，此人突然消失了，说是去云游四海了。就这些，这还用查？我都知道。
老班，四海之大，这种江湖术士，你到哪儿找去？哼，我自有办法。班大人又在秉烛夜读啊，真是勤勉啊！怪不得不到半年就做了12位兰台令史的首席啊！可不是，不过也不光是勤勉。我听说班大人天赋异禀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这是别人再怎么勤勉努力也追不上的呀。哎，你说班大人读的是什么书啊？我记得那间屋子是你帮着收拾的吧？搬了一大堆竹简进去。嗨，都是一些前朝遗留的残篇断简，都不成章句。班大人或许是想看看能不能整理出一些失落的典籍吧。要是小招在，非把你抓出来。以后就叫你妖先生吧。得蒙圣恩，我们得以在兰台续写太史公书。父亲泉下有知，也将含笑。你知道的，父亲其实不想我入仕，也不想我入京的。那是父亲的气话。你那些日子也实在荒唐，像劫法场一样荒唐。为兄真的很感激你。大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听闻这几日，你常常与那羽林卫的耿恭出没金市。是啊，既然来了繁华洛都，自然想要增长些见识。大哥，你就想问我这个的？觉得我沉醉着洛都的繁华，荒废了正事吗？我知道你心中自有分寸，只是随口提及罢了。我也听说你常在兰台秉烛夜读，我想说的，就是你夜读的事情。你以前若没有那么荒废，学识一定在我之上。如今你又开始用心批览，为兄也很高兴。只是，你将自己埋首在上古的残篇断简、诡异传说之中，实在是，有违班家传承啊！大哥，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，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班家传人。史官立言，首推一个信字，你依凭的尽是缥缈虚诞之残章断句，能有什么建树？
立言当然重要，力行更不可废。大哥生性温良，自可效仿颜渊，安贫乐道。我更近乎子路，仗剑而行，大道未必有偏。剑走偏锋采力，落在剑上，怎么都是偏了。就像劫法场一样，当时你在局中，我入局也无用，我得破局。哎呀，我说的是读书，读书也是一样啊。我有时觉得你和父亲都与儒家没什么两样了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一样算是我史官传承。我觉得父亲和你都是困在传承与儒家的局里了，而我想破局。如何破局？倒回去看，我史官的前身本是天官，通星宿天道之变，现在却失落了，给帝王祭信使而已。史官现在的荣耀，最高就是助帝王封禅泰山。其实颛顼帝绝地天通前，神山当是昆仑，或许昆仑才是我史官的源头。荒诞不经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老子为何西去？他说的牝母、天地根，是不是就是在说昆仑山和西王母？而周穆王也曾西去寻那西王母。够了！难怪父亲说你堕了邪路。那些神奇无解的事，有些也由不得你不信。比如，小昭的能力。旺气怎么就是无解的了？气运之理，内合易经。那为什么他天生就能看见？你我无论怎么修习，也不及他。人各有天赋。天赋，我就是想探一探这个“天”字。或许上古的残片上有些印记。天道已远，庄敬便是；人道在侧，更当躬行。你这不就是儒家的话吗？你算了，不争了。最近还睡得好吗？还好吧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岳父程华成让我带给你的，说是你向他讨要新收集的姚燕离曲，替小昭要的。好你个于右旋，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那胡姬仙奴终究没有大红，成为行首和花魁。怨不得旁人，还不是因为他那不亲近人的脾气。还有那羽林郎耿爷也是护得紧，现在又多了位想必也有点身份的班爷。哎，别睡了，醒醒。仙奴上台了。
城头买现采取10匹。哎呦，你看人家，真是大手笔呀！真了不得。其实我觉得这胡姬才是游野台最好看的。护城侯有眼光啊！那姓耿的平时那么霸道，今天要吃瘪了吧？你不管管？人家正常的买线打赏，我管什么？哎，你瞧你瞧，怂了吧？哎，快看！嗯？哎，侯爷不要逼我。你跳下来，我接着你。你若不喜欢这里，可跟我回家。我喜欢这里，我是不喜欢你。那你喜欢谁呀？他。哎呦，有眼光！林大家刚才说了，你还没有过恩客。心有所属，请侯爷成全。我又不要你的心，我要人。你且看看，这小白脸敢要你吗？这位公子，我出100金，你把这胡姬让给我如何？哎，你让我很为难啊！我要是拿了这100金走，就像个大混蛋；我要是不拿黄金，还跟你说我跟这姑娘不熟，你随便，我岂不是像个胆小鬼？那你可得想好了。我和老班都有官身，若是打了武城侯，就是犯上。一旦中脱，就先对那几个家奴下手，把事搞乱。哇，这老板真是狠啊！帅，太帅了！救命！放开侯爷，别松手，揍他！别碰他！快下去接着侯爷！你要怎么做？在这里大打出手？游野台可不是打架的地方。那你是想？接着！侯爷没事吧？侯爷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你先走。站住！等等！抓住他！你还来做什么？不怕断了军籍？不怕你的哥哥们揍你个半死？哎呀，后悔啊！竟然让你先出手了。侯爷，侯爷，没事吧？滚开！跟我来！废物，还不快给我抓住他们！快追！这里！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啊！快追！快！在这儿，就在前面！快追呀！这下好了，只能打出去了。太神了！
闹什么？咱们被这个妖妮子给耍了。站住！在那儿呢！别跑！也好，痛痛快快的一路打出去。哎，这前面是怎么了？这北军都出动了。好像说是武成侯和羽林卫的人为争个胡姬大打出手。据说呀，前面的一个巷子里躺满了侯府被打伤的家奴啊！哎呦，哎，怎么了吗？总算是散了，躲得真憋屈啊！感谢老丈，刚才不叫破二人的行藏。感谢老丈。公子，算算命吧。哼，没人敢跟我们算命的，你新来的吧，老伯？老先生，眼睛不变，以何种方术为在下算命呢？我是月之人，知晓点月之古老的涟漪镜。涟漪镜？就是我们月之人学习预言的经典。那就请老先生为我算算。你的声音低沉，犹如神明的战鼓，催动着万千的魂魄在夜风中哀鸣。你背负着12天的愤怒与厄运，终将登上白雪覆盖的博达威大山。伟大的新月梦神，说人话。他睡眠不好。哎呦，这老头可以啊！果然神奇。那先请老先生再为我算算。能把你的手给我摸摸吗？老先生请。这是握刀的手，老拿着笔，可惜啦。在我们汉地，笔比刀厉害。哦，笔杀起人来，比刀要狠。谁叫你握刀杀人？哼！你的刀要劈开一条盛大的、开满鲜花的路，让路两头的人像享受燕麦和蜂蜜一般的受惠，一直到几千年后神灵隐退。月之人都这么说话吗？当然不，这要经过长期的训练。我们的涟漪镜都是用诗来写的，有预言诗123首，暂时。老先生，您可曾摸出什么来了？你不该在这里，不该在这里，不该在这里，该在这里。秉笔就是直心，写就是力。你的天下在万里之外的西方，直达我的故乡，你将是那里的主人。去西方建功立业。还有答案和安宁。唉，再见了，姚先生。臣下见过陛下。这是要跑啊？
臣不敢。哎，今天是休沐日，我们就当是在郊外相见好了。听说你递了辞呈，但你哥哥不允，你就打算这样逃了？臣下觉得自己实在不适合这里。哼，也是，你文武全才嘛，听说还把武成侯从楼上扔下来了，能耐呀！陛下都知道了。你辞官不做，是要去哪儿啊？臣想走得远些，去那西域看看。西域？我朝与西域断行也有70年。对呀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回陛下，我从上古残简中找到些线索，去那儿或许能破解纠缠臣下的梦魇。哦，讲讲看。河图有云：昆仑山为地首，上气通天。昆仑山，那可是西王母住的地方。昆仑是掌梦之地，西王母为掌梦之神。既然要破梦，总要去看看。朕与你都被梦所纠缠，才能体会这其中的真切不虚。好，朕支持你。朕授你个使节身份出使西域。我大汉虽已退出西域多年，但余威犹在。你去那儿可以方便许多。多谢陛下。噩梦兄，我助你破梦，你是不是也该帮帮我？臣当万死不辞。你妹妹说我梦里的金人是西方仙人，我现也搞清了这仙人的来历。前朝武帝派霍去病远击匈奴，带回了一尊西方金像。后来王莽篡乱，长安被毁，金像不知所踪。我梦中的仙人就是这金人的幻影，管我要落脚处呢。所以此行西域，你要去给朕悄悄再请一尊西方仙人的金像回来。悄悄？哼，这能在朝堂上说吗？那些朝臣还不得吵翻天呐！班超，臣在。这是你作为朕的圆梦使的凭证，可便宜行事。臣遵旨。很痛快嘛。我的梦可不止一个呢。你博闻强记，说说从古到今有哪些帝王的事迹相关西域或西王母？轩辕皇帝、尧、舜、禹、周穆王，还有前朝的武帝。都是圣王明君呀。知道为何？臣愚钝。这才是君王真正的梦想。巡狩天下，福远不至，百夷来朝。你的天下在万里之外的西方，直达我的故乡，你将是那里的主人。臣懂了。朕懂了，你是朕放出去的千里马。是。臣要为我大汉踏出一个更大的天下。我打听过了，没有人知道仙奴的踪迹，可能当日啊就出城逃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把他给害了？哼哼，是他把你给害了。你被斥责了吧？还被罚俸了1年。虎贲军，真是少见。走。哎呀，罚俸啥的都不算什么，倒是你，不做官了，打算干嘛？朝廷决定举国伐匈奴，正是从军的大好机会。哎，这就是虎贲军呐，真是雄壮啊！
是啊，嘿，你别看平日里那些羽林卫那么威风，哎，真要是说上阵杀敌，那还得看虎贲军呢。啊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走啦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征西域？哎呀，我也想啊，可我是禁军羽林郎，哪能随便跟你走啊？本朝几十年没有大军举措了，这不是你们这些将种百年难遇的军功吗？哼，你也知道，大军的副将是我哥，我跟他说了，刚开始呢他还答应，但我嫂子不肯啊，说哪有兄弟俩都去死地的道理。你哥堂堂驸马校尉，就那有什么办法？他怕我嫂子。唉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哼！哇，脸上涂这么多粉，还不是睁眼那天的伤？嗯。两位公子，妾身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这是赶我们走吗？为什么不是他们走？因为二位公子已占了上风，你们退了，双方都有余地。哼，你倒是直率。要余地做什么？我就喜欢淋漓尽致。邦尔先生一定没有睡好吧？早些回去歇息，才有精神再去打架，不是？我们走。这游野台不简单啊，林大家更不简单。那当然啊，听说啊，背后有五阴长公主。啊？哎。老先生，前几日多谢您点拨，我这就要准备西去了。你果真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您能算到我要来？楚臂膀的闪电之王，凯林市的主宰，赶着他金色的战车，遇见了鹿眼睛的卡班，骑着牛奶里出生的白象，诸神也惊奇他们10000年没有相遇。哎，又不说人话。我是说，这些日子天象有异，两星即将交汇，或交争，或交融，命运可能就在你手。老先生，你眼睛都没有，观什么天象啊？谁说我眼睛没有？我还可以把我的眼睛借给你。切！我要你眼睛做什么？告辞。喂，嗯，我就是阿爷的眼睛，也是你们西行的眼睛。班尔先生，有客拜访。有客？这个时候，请他进来。哦，小公公。公公便是公公，没有大小。
天家有什么旨意？我自己便不能来了？这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？得，这是？这把剑叫飞弓。飞弓？墨家之剑。这把剑据说30年都没有鸣叫过了。刚才，是你觉醒了剑胚。剑胚。夫子，你在哭吗？切，谁哭了？疼吗？疼。那还老是打架？足够疼的话，就可以晚上不睡觉。为什么要不睡觉？你管我？想管啊，跟我学点东西吧。看你能学什么？我爹说你乱解经义，误人子弟，简直就是个骗子。哎，你爹班彪是当世大儒，说话也太……哎，你知道我是谁？当然，我注意你这孩子有一阵子了。你身上有死气，却没有死志。什么死气死志的？死气就是恐惧，死志就是无惧。什么意思啊？恐惧是一种潜力，无惧却是平静，甚至冷淡。死气像是混沌和沉迷。死志却显得从容和快意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荆轲，既有死气，又有死志，方为大英雄。可惜剑法太差。哎，我听说，当年荆轲想与剑侠葛聂学剑，葛聂没有教他。要是葛聂教了，世上或许就没有始皇帝了。唉，主要还是荆轲不是学剑的料。当年要是刺秦的是葛聂大侠，不可能。死气和死志集于一身者，只有荆轲。那秦舞阳也是不世出的勇者，当时却毫无用处。我只有死气吗？已经很难得了，而且你有一点比荆轲强，你是剑胚，他不是。剑胚，跟我学剑吧。真是把好剑。我师父说，我虽是天生的剑胚，却心思太杂，以至于迟迟无法觉醒。没想到今日被这把剑所击，竟是就这么醒了。不知公公给我这把剑是？信物。
你此番西去，终不能只靠这军中的人才。你拿着这把剑，去金氏铁流坊，找一个叫齐欢的铁匠吧，他会陪你西行。敢问公公姓名？蔡伦。大人，要说这铁流坊里手艺最好，还接宫里活的，就是这霍十七。哎呢，最里面正开工的那一家便是了。我这就去把他叫出来。不用了，本官此行乃是微服，不要声张。你回去吧。是。哥，你也真是的，都辞官了，还拿着上朝的簪笔吓唬人。好使就行，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到这个地方？这打铁声。怪不得要在金氏还未开的时候开工，看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。走，去见一见这位霍十七。是齐先生吗？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齐先生，只是个铁匠。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。我知道，你是霍十七，铁流坊最好的铁匠。先生，帮我修一修这把剑吧。小公子可好？小公子？哪位小公子？
脾气够火爆啊！小昭，你先出去，我来会会他。好嘞。齐先生，我们不是来抓你的，你冷静一下。受死吧！现在可以冷静一下了吧？打完了。你说的小公子，是小蔡公公吗？你这是什么剑法？我自创的剑法，还没有名字。谁说他没有名字啊？我叫他枉然11。枉然11？因为现在我哥只创了11剑，以后还会有枉然12、枉然13。先生，是墨家的人吧？哼。秦火一炬，诸子飘零，武帝尊儒，百家消散。先生勿惊，我对墨家的主张非攻兼爱是非常敬仰的。在下班超，这是舍妹小昭。见过先生。哦，原来是私写国史的班家人，带着小公子的信物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蔡公公是皇上身边的人，知道我受命要深入西域，让我把这把剑带给你，说先生会随我一同西去。到西域何处？不知。一路向西，且走且看，或许要去那些前人从未去过的地方。何时能返？不知。绝域万里，或许有去无回。明白了，我得准备一下。那1个月后，等齐先生一起动身。此番西去，我也举荐一个人。班先生，可知道直门？真有直门啊！听说他们追随的是道直，道直其实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弟弟，还骂过孔子呢，对吧，二哥？没错，我说的这位，其实是柳下直的后人，纵横两都的大盗，柳盆子。猪头肉，卖猪头肉哎呦啊，有开来了，又来找花寡妇吧？啊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又去不起章台。哟，哎，我说柳开啊，那花寡妇怎么就看上你个小锁匠了呢？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是他看上的我，他家的钥匙啊是我配的，我给自己留了一把。你就显摆吧你啊！
这位大哥，借个过儿，借过儿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晓得？说都是找你的。这，我不认识他们呀。我看啊，他们好像都是城里的侠少，但是嘞很客气，都买了酒嘞，我的碗都不够用了，真的是发了财嘞。侠少。在下陆沉，这一年恕在下眼拙，竟不识刘大侠。接过刘大侠。什么大侠？在下季梦，久仰柳大侠之名。接过刘大侠。你们，我不是刘大侠。既然侠隐在此，我们也不敢请大侠出山，只是来一睹风采，拜会拜会。我得知柳大侠在此，急忙赶来。大侠侠踪已现，只怕这里已不再安全。大侠或可移步，我季梦自有安排。柳大侠城东已经驻熟了，难道我陆沉在城东还护不住一个人吗？柳大侠还需要你护，只要柳大侠愿意，城西侠少愿意柳大侠马首是瞻。柳大侠。柳大侠使不得呀！柳大侠使不得！柳大侠使不得！哎呀，我不是什么大侠，我就是个锁匠啊！两位老大，各位侠少，你们别玩我了，别玩我了！柳大侠使不得！柳大侠使不得！我真不是什么大侠呀，各位！哎呦，哎呀，是不是消息有误啊？不知道啊。但这种事也只能信其有，不能疑其无啊。就算是假的，传出去也是说大哥愿结交天下豪侠，得个千金买马骨的美名。月亮爸爸兜里做个嗲嗲，嗲嗲出来买菜。你真敢用这些东西吗？是他们送给你的喽。他们一定是搞错了。哎，他们为什么管你叫大侠了？哎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认错人了呗。那他们爸爸要送钱的那个柳大侠是谁嘞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不让他们拿走？当时我不敢。
湖险恶，最不缺肤浅的侠客，不计虚伪的蛇，满口是仁义假道德。我笑真心难测，偏要向红尘来过河。可叹悲欢离合，终究是一场莫奈何。江湖险恶，最不缺肤浅的侠客，途经虚伪的蛇，满口是仁义假道德。我笑真心难测，偏要向红尘来过河。可叹悲欢离合，终究是一场莫奈何。男儿不可欺，丈夫两栖之下有侠义，浪子多不及风流，四海也难为家。男儿不可以追逐四方虚名和富丽，浪子无可及一壶浊酒走遍天涯。北方有佳人芙蓉妆，举世无双，一见倾心自难忘，负了好时光。果然没错，你就是柳盆子。就是你把我的身份散播出去的？不错，说说吧，这样逼我现身，到底想做什么？还请柳大侠见谅，我们。不打我！哎呦，厉害啊！再试试这一剑。柳大侠有3绝：暗器、轻功、解锁术。刚才已经见识了2绝，可我们却是冲着大侠的第3绝来的。啊，嗨！求大侠援手。求我援手？柳大侠见谅，我们也是见不得光的人。我们有一个同伴被官府所擒，被我们从狱中劫了出来，但是他的手一直被一个奇怪的锁铐铐着，我们想尽办法都不能打开。你们是谁？江湖子弟何相问？不是信不过，只是怕连累了柳大侠。唉，来路吧。哎，到底是什么样的锁铐？相当复杂和精巧。不瞒柳大侠，我们找过魔手田四爷，他也没能解开。田四都没有打开？你们是劫了田四吧？到了。他还活着？当然，虽然未能解开，但我们承他的情，答应他以后若有事，我们兄弟以命相报。好吧，我也只能听你的了。倒是让我有些兴趣了，不过我柳盆子解不开的锁，怕是还没现世呢。你做了什么？这锁怎么跑到我手上来了？这就是齐欢推荐的人，怎么傻乎乎的呀？齐欢？是齐欢出卖我？哎，这锁也是齐欢的手笔吧？齐大师说，你护能解了这锁，但也需1天的时间。
哎，你们要捉我，也无需这么费事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合作，干票大的。合作？就这么合作呀？想要和柳大侠合作，总得显点本事，要柳大侠看得起才行啊。在下班超，舍妹小昭，贵霜美人仙奴。我是羽林郎耿恭。你们是关家的人？也算，也不算。加上齐欢，我们将效仿博望侯张骞，闯一下西域。西域？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做甚？开疆拓土，必不是功勋。哼，岂不是比你做贼要好？哼，我喜欢做贼。你是名满天下从不走空的大盗，想必也知道，美玉、宝石、名马，皆出自西域。我们这次直接偷到他们的窝里，岂不畅快？你们直门的人不是最讲究畅快吗？哼，齐欢倒是什么都跟你说啊，但你何时听过直门会与关家合作？哦，可惜了。什么可惜？不去也行，信不信我将你手筋脚筋都挑了，免得你再去偷东西。哎，柳大侠怎么也是个人物，不用折辱他，咱们报官就好。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哼，等我们从西域归来，到时去狱里看你。喂，若不是那胡姬用眼神勾我，怎么会着了这道？柳盆子啊，柳盆子，你又死在女人手里了。好女人，唉，死了也是有点不值啊。这位大姑，且来喝一杯。我听说一壶葡萄酒在前朝可以买一个凉州刺史，想不到今天竟然喝到了。这在西域不算什么。如何？哎呀，唯美人美酒不可辜负也。我这样的美人，西域遍地都是。看来仙奴那边谈成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赶回洛都了？哎，你可答应过，想办法把我也弄进西征军的。不急，都来到这儿了，总得回家看看吧，顺便再找几个帮手。帮手？什么人啊？教我剑术的人呢？小子，不错呀，剑胚醒了。夫子，这个是能闻出来的吗？师傅，别叫我师傅了，咱们以后再无关系。你被革了。我被革了？
可我剑胚醒了。几时醒的？9日之前。太晚了。师傅找到剑家传人了？那是自然。你学剑太晚，总有些局限，而且兴趣驳杂，对剑不能全心专注。虽然天赋惊人，未来成就顶多是我的7成，可你的小师弟那就不同了，不可限量啊！师傅，别叫我师傅。那好，您什么时候收了这位小师弟的？5年前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在里面读书啊。你以前剑胚未醒，当然感知不到他。我现在也感应不到啊。你才醒了几天？那小师弟醒了吗？去年醒的。那小师弟也出了剑意了？没有，只在剑气阶段。只是剑气？他才多大？剑意这玩意儿虚头巴脑的，对他而言，不入也罢。你以前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时不是还没见到你小师弟吗？唉，本来想向您借2位剑士的，如此，那便算了。哦，你借我的剑士做什么？我还是再叫您一声师父吧。我已从军，将去西征匈奴，还将秘密出使西域诸国。此番前来，就是向您告别的。西域诸国，阿大留下陪我，其余9个你都带走吧。这还有，你那小师弟风莲也会随你去。知道这道场为什么叫绿水晶炉吗？古歌云：翠绿水，见红云，五彩焰起见纷纭。这绿水当指翠剑。再好的剑也需要淬炼和开刃。弟子明白了，谢师父。看了你的枉然时移了，哼，死气沉沉。我总算体会到师父说的我身上的死气是什么了。说说你的机缘，如何醒了剑胚的？9日前握到一把好剑，叫做飞弓，只觉得飞弓，墨家之剑。听这名字也知是墨家之剑了。这剑有什么来历吗？这是春秋时墨家巨子孟胜的佩剑，他命令3名弟子带着信物突围而出，传巨子位给田襄子。这传位的信物之中就有这把飞弓剑。
那3名突围的弟子传位之后，即刻返回阳城。田湘子曾直谏以巨子身份命令他们留下，都没有用。这剑，竟然是墨家巨子的信物。起码当年是。如今嘛，墨家怕是早就没有巨子了。唉，诸子败家呀，都凋敝了。这是你的机会，总不能一直这样隐姓埋名下去。齐欢自然清楚小公子的好意，只是如今我墨家衰微，小公子，你……我早就不是什么小公子了，以前的称呼不要再提了。可，你终究是我墨家巨子的。齐大哥，我记得你当初虽跟随家父，但你的授业师傅却是神将柯无病，是吧？是。如此说来，你其实是向李氏一脉的了，而家父却是邓林氏之末，不错吧？小公子此言何意？我墨家虽分3派，各记所闻，却只是各有侧重，绝非对立。更何况，如今百家凋敝，独尊儒术，在经历过数次大难，墨家弟子实不存一。还分那么清楚有何意义？不错，独尊儒术。那齐大哥以为，如今被尊的儒家，还是孔圣人的儒家吗？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是前朝董仲舒提出的。而董仲舒的儒，相比圣人的儒，却是扩大太多了。我也看过《天人三策》。似乎是结合了许多阴阳家之说，不只是阴阳家，法家、道家，甚至是我墨家，在如今的儒家中都能寻到踪影。与其说是独尊儒术，倒不如说是集百家为一也。之前齐大哥说，墨家3派分得那么清楚有何意义？所谓百家，分得那么清楚又有什么意义？可墨家终究还是凋敝了。不会的，即便墨家没了巨子，这飞弓箭落入旁人之手，即便寻遍天下再无一人称自己是墨家弟子，只要还有人除暴安良、行侠义之事，即便不称墨家之名，又有何妨？小公子这番话，倒似名家之言了呀。还是不同的，不过也罢，就当是名家之言好了。如此说来，名家也在。同样的，有人拨谷耕桑以足衣食，则农家在；有人悬壶济世以救苍生，则医家在；有人运筹帷幄以御外敌，则兵家在；有人远法而治以图富强，则法家在。百家凋敝，文明不灭，百家不亡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呀！这胡姬多半是哪个将军私带的营妓吧？我打听过，说
说是一位新上任的军中假司马的随从，这叫班超的假司马，据说与窦固将军是同乡，都是扶风平陵邑的人，还当过文官，不知怎的就从军了，带了一众随从，都是些奇怪的人。这是来咱军功图着升迁的吧？哼，这些顽固，真当西征是闹着玩呢吗？说到图着咱军功升迁，这羽林卫的才是大头。哦，是吗？羽林卫，师傅说，见者为健儿，不用这些碍事的东西。哎，这倔小子不要就给我，我不介意套2副。你们呀，哪有一点童心的样子？耿哥来啦！哎，小昭，哎，你怎么把小昭也带来了？不好吗？哎呀，好是好，就是没见过这样去打仗的。见过你哥了？见了，刚骂了我一顿。他也不知我怎么来的。我说啊，我是羽林中郎将亲自拨来的，手令俱全，他也没办法。哎，说说你怎么做到的？做到什么？怎么通到我们中郎将那里的？他可是2000担的老侯爷。他今儿啊，和颜悦色地问我，想不想去西边累积些俘虏的人头啊？想带谁？随便挑。玄英，哎，我叫了我最好的7个羽林兄弟过来。这位玄英，小昭是见过的。那日多谢了。不用不用，耿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不装睡了？说吧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哎呀，真没做什么。哎，外面那帮人就不说了，你一个帐里能藏着2个女人，真当别人都是瞎子吗？我是想啊，这西去6千里去打仗，路途寂寞，有小昭弄箫，仙奴跳舞，岂不美哉？耿哥，要不要给你吹一曲啊？请耿爷赏条领带。都疯了！报假司马，帐外来了一个人求见，说是叫齐欢。哦，终于来了呀！来了。啊，来了。你这是打算在金云宫开铁匠铺啊？这算是借给你吧。听说这是前代巨子的佩剑，我也不敢赠你，只是小公子说这剑认你，我们是用你养剑的。怎么感觉你们是带剑逛游野台呢？我就是你们为他包下的露水姻缘。把剑还来！哎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我就是他奶娘。
你是那个花寡妇？你怎么能跟来啊？啊！哎，还不是来找我的男人的。他会武功，还满身的毒虫，你口味很重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女人啊！你是怎么跟来的？你走了，就一直远远的跟着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你至于吗？自称是盗贼的祖宗被追踪了，却还不知道，能不觉得丢人吗？放屁！这一定不是什么追踪术。花老板，夜郎桑木之音的花家与你是什么关系？这位大哥真的是好眼力啊！夜郎桑木之音花家是个奇门，极为神秘。据说精通用毒、艺术和蛊术。秦朝大军伐岭南时，才让世人知晓，让秦军损失极大。蛊术我听说过，艺术是什么？艺术就是能驱动野兽、虫蚁为自己所用。最神奇的是异鬼，能让地里的尸体出来打仗。啊！哎，你说的那是赶尸嘞！啊！我们家呀，只有几个叔伯才会，那是嘞，得阳气盛，女人做不来嘞。你竟是夜郎人！我也不知道，跟我睡的是大名鼎鼎的柳盆子呀，还是桑木之音的人。你说，你有没有在我身上下蛊？没有。啊？真的没有？有。到底有没有？哎呀，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那你到底希不希望我下来？你滚！我不管。哼！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花老板，你是不是有桑木之音的天蚕丝？我当然有了。那好，留下来吧，跟着我。你看吧，老娘还是很有用的。天蚕丝是什么？桑木之音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就是能养乌金蚕，吐出坚于刚韧的天蚕丝。欢迎加入。等等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潇洒点儿，你一向很潇洒的。他来，我走。哎呀，别神气了，都中蛊了。我以前看过奇异集，里面有一条说，夜郎女子擅下狼心蛊，有情郎变心，倒闭在路边，官府去收尸，结果一拉头发，连着头皮就拉开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整个脑子都被蛊虫吃空了，里面全是蠕动的蛆虫。我们走吧，他们小两口应该还有话说呢。哎，我觉得吧，以后你们可以叫花盆组合，一定会名满天下。啊，对了，明天就是出征前的誓师了，别弄太晚啊，早点休息。没问题。豫北匈奴漫辱天地，既已归顺，复又悖逆，袭扰渔阳，劫掠河西，左路离王，占城夺地，千劫百姓，残暴生灵，南山之主，难书其恶，天下昭然，所贡文谏。自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，夷狄居外而奉中国。匈奴本为夏之夷民，北上流离和百蛮之丁，今不思王化，屡屡犯境。自边县以来，
漠北大旱，民生凋敝，上下交怨，此盖天地之法。故今略举大端，以御使民。禹率阴阳之效，持虎之势，既南单于，东胡吴桓，西戎氐羌，侯王军长之群，骁骑3万，元戎轻武，长谷4分，云姿毕露，万有3000余乘。乐以八阵，力以威神，玄甲耀目，朱旗降天。岁临高阙，下击路，经弃虏，决大漠，斩敌将以信古，血尸卒以染恶。上以抒高文之素愤，光祖宗之玄灵；下以安固后嗣，恢拓靖宇，振大汉之天生。朔王师西，征荒邑；剿凶虐西，解海外。凶其渺兮，艮地界；西地载兮，震万世。你那些破虫子没在身上吧？啊？哎呀，他们很听话的，不咬人的嘞。什么？那你下去，别伤我的马。哎呀，别，骗你的啦，都放在军营里啦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怕这种小虫子，丢死人了。想我从4岁那年开始，就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都是一起长大的嘞。
这种事实，真让人血热心悸啊！但功业终会散尽，殿宇终将颓废，不朽的只有文章。是啊，以后的人可能不会记得这场战争会有多少尸骨和血泪，但能唱诵你写下的诗词，这就是历史。咱们史官真是傲慢，立德、立功，都没有立言那么便利和偷懒。有时觉得不朽就是个骗局，人总是要死的。与其去谈什么高义大德、功业文章，不如纵情当下，意其自由。或许只有这自由，可以一直流传下去，消散了形体，也不会在记忆里黯淡一分。注史总要记事，不是这无端的感怀。史官真的记下所有的事了吗？注史就是要有褒有贬，有招有引。我看见的都是那些被隐去的，但他们从来没有被史笔所抹杀，一直存在。他们构成了一条隐秘的历史线索。我此去，就是去寻找他们。果然，你还在纠缠梦里那些虚玄的东西。我知道你离开兰台时，拿走了一些上古散简。整理完后，我会还的。族里的人还以为你从军是想建功立业呢。其中自有功业，梦想总该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你去无妨，把小昭留下。你知道的，我拗不过他。这也不能由着他呀。哎，他的词章可比你好，可惜了。照顾好他。好。父亲，你们没有做到的事情，由我来做吧。班超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开拓一个更大、更自由的领域，给和哥哥一样才华横溢的人一个风华绝代、广阔无边的天下，由着他们书写，去镌刻自己的不朽。切！闭嘴！去镌刻自己的不朽。唉，咱们在九泉塞已经驻扎10日了，在等什么呀？等卤水羌胡人的部队前来会合。哦，哎，昨日进城的那支是？那是南单于的人。此次征讨匈奴，他们也会出兵。南单于，他们不也是匈奴人吗？会帮我们打自己？征讨北匈奴，他们可是急迫得很啊！慢着！有血腥味儿。撤！是岳齐营的斥候。一击毙命，胸骨都碎了，这是被什么打中的呀？死了不到1个时辰，人还没走远。班头，这里有马蹄，5匹马。你去报告，我们先追。
匈奴斥候都摸到这么近的地方了，想来我们的动向已经被得知了。数万人的军队调动，瞒是瞒不住的，就看匈奴那边打算怎么应对了。嚯，这家伙吃什么长大的？这么……这样，我刚刚是踢到了一堵墙。不行，你上什么？又来，结果，哎！看见小爷我的厉害了吧？啊！奔超！小心！这家伙简直是个怪物！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喂，哎，这胡人想找李腾副将，还是他 hinderling？哎，你懂胡语？是啊，我是贵霜人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月之人。哦，在你眼里，是不是胡人都是一样的？不是，我就是不了解，想请教你。想了解什么？你们月支历史上有什么厉害的传奇名将吗？就像前朝的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。名将，这倒真是问住我了。其实我母亲是汉人，我也是在汉地长大的。月支有什么名将，我倒真不太清楚呢。哦，不过我爷爷倒是和我说过一个传说，在西边，比胡地更加西南的地方，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帝国，名为波斯。波斯的军队所向披靡，征服了无数周边的国家，直到他们遇到了斯巴达人。面对波斯的10万大军，斯巴达王里奥尼达斯率领300斯巴达勇士扼守温泉关，死战不退，阻挡了波斯大军足足3日。后来，波斯人找了一个当地的叛徒，带着他们从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，绕到斯巴达军队身后发起进攻。300斯巴达勇士全部牺牲，
以300军队对战10万大军，苦战3日不退。我想，这应该算是你所说的传奇名将了吧？的确传奇。想必那温泉关也是一道天险，不然区区300人，顷刻之间便会被10万大军吞没了。只是什么？兵法有云，不用相导者不能得地利。已经占据天险，却反被敌人利用，完成包围。这斯巴达王只能算是有勇无谋了。你说的倒是轻巧。若是换了你，带领区区数百人面对10万敌人，又能如何呢？若是我有数百将士，一座雄关，加上充足的给养，莫说是3日，就是3年，也能守得下来。好了，知道你耿将军是大将之才。小女子还有要事，先行告退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你别不信啊！唉。我听说，我们停在这里，等其他几路大军前来会合。这是最后一支了，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要再次开拔了。于右旋，我看你总向那些当地人打听这歌里的于右旋什么的，是谁啊？仇人。啊？打听到了吗？他们说，这人往西边去了。玄英哥哥，你知道我是个游侠吗？游侠最快意的就是恩仇这2个字，无论报恩还是报仇，命是可以随时扔掉的。哦，你们兄妹是来报仇的。二哥的想法太多，反正我是要行侠报仇的。永平16年，耿炳、秦鹏率武威、陇西、天水牧氏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，骑都尉来苗、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、雁门、代郡、上古、渔阳、右北平、定襄郡兵及乌桓、鲜卑11000骑出平城塞。耿炳、秦鹏掘没600余里，至3木楼山；来苗、文穆至匈奴河水上，鲁皆奔走，无所获。又太仆季荣、度辽将军吴唐将河东、北地、西河、羌胡及南单余兵11000骑出高阙塞，坐不至卓爷山，季荣、吴唐免为庶人。顾宇中率酒泉、敦煌、张掖甲卒及泸水羌胡12000骑出酒泉塞，至天山，击呼延王。
方发现敌军骑兵。准备迎敌！准备迎敌！撤！准备迎敌！步枪准备！黄总准备！进攻！放！弓箭手！换队！守住阵型！长矛准备！将军，敌人从两翼包抄我们。两翼骑兵出击！
敌军帅旗。正主来了。李腾副将在，一领500甲士堵上缺口。班司马，班司马，你率本部士兵协助李腾副将吃掉这一支骑兵。末将领命。去死吧！撤！剑家传人，风莲。
也和西这个死路。没事吧？来，小子，战场上这个不行，这个好使。这个呼延王还有点东西。这匈奴真是杀不完啊！光我们虎贲居都杀了上百了吧？怎么还这么多？没这么多。每次冲杀的时候，对方都能避开我们的锋芒。我们看似冲杀的顺利，其实根本没有起到多少作用。反而有几次差点被围住，这匈奴的指挥挺厉害。总攻了，好，我们直接冲他的帅旗。
在战场上吗？我记得我被冷箭射中落马了，难道？水声。老人家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没见过，看上去是一种旗吧？这叫象棋。这是一局残局。你知道这残局的名称吗？我连这什么象棋都是第一次见到，怎么会知道这残局的名称啊？说得不错啊！老人家，我是不是死了？怎么会呢？你的故事才刚要开始呢。我的故事？你该回去了。踏云清，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想不起来了。人太多了，这次够呛能打穿他们呀！
马，千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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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，过去了，千里马，千里马，36期有多少前仆后继？神剑啊！飞过成功，有人在茫然之中，多少想要对视，下面继续来试试看，两手空空，看不中的神秘护卫，天上被雾气包围，封神帝望穿秋水，望不穿的不理会，一场风沙般的咒语，冲刷战士的愁绪，哪怕明知没有结局，也要全力写下后续，别退避，别一声叹息，别坐以待毙，任由你72变，我依然36计。千里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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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里马踏，36期有多少前仆后继？千里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踏，千里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踏，千里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踏，36期有多少前仆后继？传令，官军出击，进军义乌城，进攻！谁对？是是非非终不归，千里呼啸而过，扬着夜我追逐日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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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班头，看样子这呼延王不打算退守义乌城啊。匈奴不善守城，这才同我们在野外决战。如今败了，想必是要直接推进大漠了。是你。我记得你之前战场上给了我一剑，看得软绵绵的，草丛咬一口都比你那一剑重。哼，汉话说的不错呀。败军之将何以言勇？班头，我们一起拿下他。你不用出手。我们两个来个了断吧。哼，有点意思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会留那个小子一命，让他把你的尸体带回给你们的将军。哼，可惜了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可能没办法把你的尸体交给呼延王了。毕竟他跑得有点快，估计是追不上了。小土谋啊！呼延王帐下第一勇士。班超，奏顾军中加司马。
你们今日虽然胜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珊珊、Juicy、Houston 这些国家都受我们的驱使。草原和大漠都是你们汉人该来的地方。我们就是天地的主人。忘了告诉你，除了斗谷军中假司马之外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。我是大汉皇帝陛下的圆梦使。你说的那些国家，我会一一拜访，让他们归附我大汉，共抗匈奴。他们不敢。这西域，我们就是天地的主人。你们太自大了。这个平西可是立了大功啊！
初次交锋就大破匈奴军，还有那虎贲军，真是拿了不少匈奴人头啊！哎，你们别说，这羽林卫看着都是花架子，没想到杀了不少敌军呢。就觉得这仗难打了，那呼延王的指挥啊，还真是有两下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支凋零箭飞过大半个战场，直接射断了那呼延王帅旗的旗杆呐！一箭越过半个战场，正中旗杆。那可不，哎，要不然你以为最后匈奴人怎么打得那么乱？一触即溃啊！哎，大家都是射生营的兄弟，你这牛吹的都不带打草稿的呀！哎呀，要不怎么叫神箭呢？哎，你还别不信啊！哎，对了，你问问这位屯骑的兄弟，哎，那会儿他们可是冲在最前面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是啊，我可是亲眼见到呼延王帅旗被一箭射断，之后匈奴人没了指挥，我们才能打得这么顺。那一箭就像天外飞来的一般，真是神箭呐！哎，说我呢，听见没？你剑法再好，打起仗来也没我有用啊！行了，知道你耿将军厉害。耿头，班先生，窦帅找你们。放点啊，慢点，好嘞，慢点，哎呀，参见窦帅。你就是那个神箭手？不敢。你真是堪比前朝的李广。当年的匈奴对飞将军闻风丧胆，就是他的箭能射虎穿石，镇上专射贼首。匈奴人一遇上李将军就会溃败。耿炳有你这样的弟弟，真是幸运呐！啊，我比不上我三哥。窦帅，鄙人觉得李广只有阵前的本事，像卫青、霍去病这样布局10万的将帅，才是千古名将。哦，你是在拍我的马屁吗？我真正佩服的却是李广，甚至李陵。他们爱惜自己将士的性命，与他们一起吃喝吟唱，一起拍马杀敌，是真正的将种。啊，卫青、霍去病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征战总是残酷的，不过是得其势，据其位而已。耿副使小的时候就被称作小李广的。副使？要你做我的副使。哦，班先生是在跟我抢人呢。我12年前还是你们羽林卫的中郎将呢，后来出任射生校尉，射生军500人，都是从全国各军选拔上来的神箭手。我都没见过剑法像你这样惊人的。当今的射生校尉孟将军倒是来调过我。哦，老孟倒是有些眼力。今日一战，你堪称首功。一个神箭手在关键处可改变战局，你就不想随我多打几仗，直接把那呼延王射下来？啊，咱们什么时候出使？明天就动身，出使西域各国，命他们放弃匈奴，归顺大汉。
不能打完仗再去吗？匈奴已退，打谁去？哎，那直接干这些西域人啊！你也知道，待到4路大军重新聚集，且有些时日呢。这期间正是出使分离他们的好时机啊！话说，这出使不比打仗。西域50多国，各怀鬼胎，习性难测。想当年，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，9死1生。等他回来，都是13年后了。所以我才招了一些着意之士。虎贲卫秦立求见窦帅。虎贲卫的人，进来。对了，此番军功最卓著者，除了耿副使，就是这秦立带领的虎贲8郡了。他们8个也是来攒军功的，的确批下了最多的匈奴首级啊。班先生，我把他们也拨给你。虎贲军秦立见过班司马。多谢窦帅。如此一来，出使的人就定下了。正使班超，副使耿恭，以及擅长望气的舍妹小昭。月之女子仙奴担任蛇人。握者后人齐欢，携弟子共5人。飞道柳盆子携家眷花寡妇。剑家传人风莲携剑士共10人。再加上羽林卫玄英等7人，虎贲卫秦立等8人。使节团全员共计36骑。其实有些眉目的话，会放你来北路打仗的。哎，我听见窦帅叫你班先生。就是对我3哥呀，窦帅都没有这么客气过。可能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吧。建议先生第1站出使鄯善。哦，不是最近的居师？不瞒先生，这次受命挂帅很是仓促，皇上心急，筹备时间太短，所以大军是只带粮不带草。不带草，那马吃什么？居师、燕齐、龟兹这北路诸国临着天山，牧草丰美，我们就地牧马屯草就好。倒是鄯善、精绝、于田这些南路诸国，处在沙漠，我军无草是不可能涉足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正好携着军威去南路，吓唬他们一下。窦帅深谋远虑。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先生向南伐谋伐交，我向北伐兵攻城，看到时能不能在疏勒南北交汇。
出发吧。范先生，自此向西，再不是汉地。范先生此行绝地凿空，还请珍重。家家我心，天一方，愿托一国心，无损亡，穷路为实行。战为强，以柔为实行，老为将。去诚不死心，心内伤。此生不再让我大汉的公主远嫁他乡。